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没有花，是吗？为了打破街头魔咒，电影版《花千骨》上映就够了吗？根据最近的搜索，出现了花千骨，赵丽颖和霍建华被认为是年度画对。再看一遍，没想到电影版《花千骨》的正式公布和首支预告片的发布，竟然落后了这么多。陈都灵在片中饰演花千树，李成斌饰演白子画。《花千骨》是一部很受欢迎的电视剧，我想大多数人都看过。就他的观点而言，这是他的第一部童话电影。他每周只播出2天，尽管如此，收视率并没有被打破。不少人被当之无愧的爆款剧《花千骨》感动，官宣将送上热搜。众所周知，剧改的可能性极小。《花千骨》根据现有情况，预计将打破街头魔咒，无法打破观众对角色的成见。一时间，电视剧《花千骨》淹没了两岸的河岸。演员在剧中的这一戏剧性表演重新回到了观众的视野中。玩《花千骨》，赵丽颖大快朵颐。赵丽颖的《花千骨》，霍建华的白子画，安岳熙的糖宝，都在节目播出后给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观众对角色的心理印象是根深蒂固的，每个角色都有一套独特的特质，无法与其他任何人分享。赵丽颖的花后来再也没有开花，甚至据她的许多朋友和熟人说，赵丽颖版和陈都灵版的《花千骨》都干净可人，但气质却大相径庭。而赵丽颖更适合饰演花千骨这个角色。经典，可以考虑霍建华版的白子画，这个角色适合冷酷的性格。李成斌的白子画演绎的感觉，霍建华的比例明显不到1/3。剧改的选角是该项目最核心的环节。电影版的演员阵容目前不受评论家和公众的欢迎，观众不会满意。对这个节目的大部分期望都没有得到满足，因为受影片放映时间的限制。花千骨和白子画也是好朋友，但两人在电视剧《花千骨》中相处融洽，最终阴阳错位释放了魔神，花意外获得了引发洪水的力量。白子的艺术品必须保护人民和花的千骨，为了和平，后书被交易了。电视剧一共58集。从头到尾讲述了这个故事，电影持续1个半小时。对比两种媒介，电视剧的故事发展能力更强。电影和电视节目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空间经常是电影的主题，这个节目是关于时间的流逝的。由于部长组织的复杂性，制作一部电影非常困难。让电影观众和不喜欢电影的人都满意是一项挑战。就像7年前首播并拥有稳固粉丝群的《花千骨》一样，根据热门电视剧改编的电影对其目标观众的观影体验影响甚微。只是这一次公开了改编电影的消息，让不少观众失望，因为主要的创作原因是为了收割一部分粉丝群。这阵子，如果你是《花千骨》的狂热爱好者之一，那么你对故事的发展很熟悉。看电影时，你不会觉得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对于《花千骨》的影迷来说，如果影片还没有明确人物关系的话，可能会感到困惑，甚至难以忍受。电影制作人在这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于该类型的任何爱好者来说，这是必看的。不可避免的会有非粉丝出席。制作电影不仅可以让您保留现有的追随者，还可以获得大量新的追随者。目前，《花千骨》的剧改是一成不变的，奇迹是可能的，即使赔率对你不利。专访郑晓龙、曹平，赵丽颖身上有股韧劲儿。由郑晓龙、刘雪松、姚远联合执导，赵东玲编剧，曹平任制片人，赵丽颖、刘威、唐曾领衔主演。罗晋特邀出演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在7月20日完美收官。《幸福到万家》自开播以来，收视口碑双丰收，
在北京卫视与东方卫视双台多次取得黄金时段全部频道电视剧排名第一的成绩，连续多天黄金时段卫视电视剧排名第一，东方卫视直播关注度破1，打破2022年北京卫视、东方卫视电视直播关注度纪录。以女性励志成长为主线，探讨人情与法治、城市与乡村的多维关系。幸福到万家凭借深入人心的故事、通俗风趣的艺术表现力，收获观众好评不断。幸福到万家有着怎样的制作过程？它的创作初衷是什么？郑晓龙导演与赵丽颖15年后再合作有哪些感受？酷云互动请到幸福到万家制片人曹平与导演郑晓龙来聊一聊幸福到万家背后的故事。01老故事与新时代。幸福到万家根据陈元彬长篇小说《秋菊传奇》改编，讲述村妇秋菊法律意识的觉醒和她维护普通人合法权益的故事。书中的万家诉讼篇曾被改编成电影《秋菊打官司》，在1992年上映，赢得国内外好评。这次改编成电视剧版，讲述新时代下秋菊的故事，首先要在剧本上下功夫。而幸福到万家的剧本整整打磨了5年。在项目筹备之初，郑晓龙和曹平看中的是原著中农民法律意识觉醒的故事核心。2015年，幸福到万家有了2万多字的故事大纲。2016年的时候完成了第1版剧本，当时还叫秋菊打官司。原剧本中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00年左右，故事剧情矛盾冲突激烈，人物个性鲜明，非常精彩。但我们希望讲一个更有时代性的故事，贴近当下的新农村变化，所以我们把它的时间线推延到了2009年之后。曹平回忆道，修改时间线，剧本要调整的部分很多，从人物设定到情节变化，以及故事中涉及到的一些案例和故事结尾的处理，我们都做了相应的调整。前后打磨了5年时间，直到2020年才正式开机。剧本下了苦功，故事的呈现还要拍摄来完成。幸福到万家以外村人和幸福赵丽颖是嫁入万家庄的王家开场，院子内外高高挂起的红灯笼，香气四溢的流水席，满脸笑意来往庆贺的宾客，开篇短短几个镜头就将观众带入到了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村生活。据曹平透露，剧本制作前期，编剧赵东陵就去农村进行了采风，在拍摄之前，制作团队又去到安徽当地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富起来的农村是怎么样的。剧中婚房、婚纱照这些在村民原有装修的基础上微调后拍摄的。万善堂的家也是在黄山的实景拍摄的。我们在做筹备的时候，一再强调真实，要求各个主创都去做调研，了解农村人的真实面貌，就是为了还原生活，还原农村的面貌。郑晓龙说道，事实证明，扎实的剧本、真实的拍摄为整部剧的品质呈现打下了坚实基础。以婚闹事件为切入点，延伸到征地补偿案、万善堂踢伤王庆来事件，以及后来的茂名顶替事件和水污染案，幸福到万家以环环相扣的故事剧情与紧凑激烈的戏剧冲突，细腻且鲜活地上演了一场人情与法治的持久战。02人情与法理。在郑晓龙看来，当下农村的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分不开的。过去我们总是从生存层面讲故事，那是一个过程，但是整个国家，特别是在农村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的价值观、精神文明建设其实更重要。讲好这方面的故事是以后长期要坚持的。幸福到万家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农村妇女打官司的故事，从婚闹案到征地案再到茂名顶替案，它呈现出的是在农村人情社会中，法律与情理的相互碰撞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幸福的婚礼是万家村讲理的开端。在郑晓龙看来，和幸福勤劳、朴实、真诚、倔强，有一种现代女性的朴素气质，从始至终她要的只有公平2字。和幸福有一种对是非的坚持，这是我们塑造这个人物非常重要的一点。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遇到事情可能不会这样坚持，想想就忍了。但是文艺创作，角色的坚持就是创作者自身的坚持，创作者自身的价值观的坚持。社会应该追求什么？要把这个说清楚，要有对真理的这种追求。幸福到万家不是郑晓龙、曹平和赵丽颖的第一次合作了。2007年播出的《金婚》由曹平任制片人，郑晓龙执导。当时刚刚出道的赵丽颖在其中饰演家中的小女儿童多多，这也是赵丽颖最早拍摄的电视剧。在曹平和郑晓龙的印象中，当时的赵丽颖还是个可爱的小姑娘，而如今赵丽颖身上的倔劲儿与和幸福如出一辙。丽颖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她身上有韧劲儿，她的感觉就是和幸福。她不是在模仿人物，而是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和认知。在拍戏的时候，她一定要把人物和剧情消化透了，一旦她自己不理解就过不去，和我们反复沟通。她是要把自己身上的这个人带出来，特别质朴。郑晓龙说道。与和幸福相对的，刘薇饰演的万善堂是农村传统观念的缩影。作为村支书，万善堂本质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完人，他也在成长和变化中。在曹平看来，作为老一辈的村庄领头人，万善堂确实曾经法治意识淡漠，有许多落后的观念没有改变，而且长期受到村民的爱戴，又让他有些依大家长作风。对于和幸福的要求，他一开始是不理解的，但他带领村民发展的心是好的。在幸福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又有长辈的格局，去帮助后辈。他与和幸福的冲突是新与旧的冲突，在与和幸福的冲撞中，他的法治意识慢慢觉醒，发布公告废除婚闹，在征地案中明白了契约精神的重要性。法律意识淡薄，这曾经是农村干部中很普遍的现象。通过幸福到万家的故事，我们想向大家做一些普法教育，让更多人懂得什么是公平。双引号。而在和幸福与万善堂之外，幸福到万家以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全景式地展现了新农村建设的群像。尽心尽力帮助村民普法的关涛罗进士，从农村走出去迎来新未来的和幸运张莹莹氏，人生逆转却坚强面对的王秀玉林思义氏，还有与和幸福一起成长的王庆来唐曾氏。唐曾这个演员身上有一种真实质朴的感觉，和庆来那种保守嘴笨的感觉很贴合。庆来这个角色在村里的时候一直是一个老实本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对幸福也很疼爱，但就是有点胆小怕事。这其实也和他小时候被欺负的经历有关。当他受到城里规则和观念的冲击时，他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的。当他回到万家庄后，又再次成长。他打根而上就不是幸福那种敢闯敢干的人，庆来注定属于土地，属于万家庄。双引号。鲜活的人物呈现，离不开郑晓龙作为创作者对角色的精准把握。在郑晓龙看来，深刻了解人的普遍性和人性的欲望，并且大胆地去剖析、去印证、去想象，是文艺创作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呈现和幸福的勇敢却柔软，庆来的勤恳但懦弱，王家一家人的小心翼翼，甚至万传家跋扈背后渴望得到父亲认可的这些特质，就会更有可信度。03过去与未来。曹平和郑晓龙合作至今已经有10几年了。多年间，他们为观众献上了《金婚》《甄嬛传》《红高粱》《芈月传》及《诊科医生功勋》等众多高口碑作品。从花儿影视到2020年成立春雨影视再出发，短短2年，他们又为观众带来了《功勋》《幸福到万家》2部高质量作品。回忆这2部剧的制作过程，曹平感叹道：“真的很辛苦。去年我们一共完成了9个剧组的拍摄，幸福到万家拍摄的同时，功勋8个剧组的拍摄也在同期推进。即使如此，
郑晓龙导演仍然参与了《幸福到万家》的拍摄，亲力亲为的到现场把控作品质量。双引号。近些年来，影视寒冬、疫情常态化、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等问题影响着影视行业的发展变化，但对于曹平和郑晓龙来说，不变的是做好内容、讲好故事的初心。曹平坦言，作为制片人，首先当然是要把控好项目品质，评估好项目的成本与回报，但更重要的是要把内容做好。不管在什么样的市场变化下，做有营养、有情怀的作品，可能是影视公司唯一的出路。谈及春雨影视的今后发展，曹平认为多样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会储备一些适合年轻团队开发创作的题材和项目，还有一些网络观众喜爱的作品。除了目前正在播出的《幸福到万家》，春雨影视正在筹备由广电总局主抓的重点项目《侦察英雄》。这部作品是明年抗美援朝胜利日70周年的献礼作品，目前正在筹备中，预计今年下半年开机。古装题材方面，春雨影视将与南派三叔合作的《藏海戏林》3部曲，以及弘扬中医药文化的《苍生在上》。这部剧根据小说张仲景传改编的，目前正在筹备创作中。另外，在现实题材方面，目前正在开发根据伊北小说改编的都市婚姻主题《成双成对》，根据海鸥婷婷小说改编的育儿养老题材《我的小祖宗》等。如今《幸福到万家》完美收官，台网剧集全端播放式战率夺冠，足见观众对它的认可与喜爱。未来我们期盼着重新出发的春雨影视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